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四方阁大会正式开始，萧炎也终于看到了风尊者。雷尊者让包括四方阁4位弟子在内的53人进场，这53人以混战场开始，直到最后场中剩下8人为止。这一次的四方阁大会，雷尊者依旧十分有信心拿到首座之位。毕竟凤青儿不仅实力在他人之上，更是天妖皇族的人，若是施展血脉觉醒的话，绝对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。位于荧幕之上的萧炎目光也是紧紧地锁定着凤青儿，在凤青儿身上，他总是有一种没来由的危险感觉。萧炎的目光一动，扫视着其他参赛者时，突然在广场的一处角落里看到了许久未曾见到的林燕。雷尊者见人已到齐，宣布四方阁大会比赛正式开始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场上的人眼中充斥着对其他人的戒备。53人中留8人，其中有4个基本是被四方阁的人占据，剩下49人中能够成功留下来的只有4人。广场上斗气四溢，整个战场已经彻底混乱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就有10几名身受重伤的参赛者离场。出乎萧炎意料的是，到最后还剩11人时，林燕都还没有被淘汰。此时的林燕是这11个人里面实力最弱的，他能坚持到现在，是因为他有一种诡异的不弱于3000雷动的身法。林燕的实力最弱，自然就成了场上的软柿子。很快，一名实力达到8星斗皇的红衣男子朝着林燕攻击而去。林燕被逼得迅速后退，而树上观战的萧炎也站了起来。他不可能看着林燕死在别人的刀下，紧要关头他肯定会出手相助。但很快，场外的萧炎就看出了不对劲。红衣男子明明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重伤林燕，却只是故意将他往另一个方向追赶，而那个方向正是黄泉阁王晨的攻击圈。萧炎发现他的意图时，林燕也在追赶下踏进了王晨的攻击范围。一踏进那个范围，林燕心头就涌上一股寒意。看着红衣男子一脸阴笑的后退，林燕十分干脆的喊停，表示认输。但王晨生性嗜杀，出手必见血，他压根不理会林燕的认输。王晨将林燕重伤后还不收手，他手上握着匕首，准备直击林燕的心脏，杀了他。王晨的行为引起了场外观众的叫骂声，说他真丢黄泉阁的脸，但这依旧不影响王晨下死手的速度。就在林燕觉得自己今日要命丧这里的时候，踩点小能手萧炎终于出现。萧炎利用吸力让林燕的身体急速后退，然后无奈地对林燕说：“你这家伙没事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？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林燕眼睛一瞪，她转过身看着面前陌生的脸，正准备叫出声，被萧炎拦住了。广场周围风雷阁的守卫怒喝萧炎为何干扰大会进行，10几名风雷阁的强者将萧炎包围在内。萧炎说大会的规矩，认输之后则不能再对其下杀手，但先前王晨无视规则，他责问守卫为何不去找王晨，还来问他。这件事虽然是王晨不占理，但他仗着自己是黄泉阁的人，十分肆无忌惮。在他看来，林燕就是一个靠运气闯到这里的废物而已，杀就杀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萧炎没想到黄泉阁的人竟然是这般素质，他嘲讽王晨能留到现在，也不过是靠黄泉阁的名头罢了。黄泉阁的人素来阴狠又不要脸，原本是小辈之间的争论，没想到黄泉尊者直接下场。他说黄泉阁如何，轮不到小辈来评论。他问萧炎是何人弟子，竟然如此狂傲。黄泉尊者亲自下场，让萧炎一愣，但他依旧不卑不亢，说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。王晨的做法已经违背了大会的规则，想必大家心里都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。萧炎的话彻底得罪了黄泉尊者，黄泉尊者让雷尊者赶紧解决掉这些小麻烦，不要耽误了大会的进度。他还说按照规矩，萧炎冲撞大会举办需要雷杖50下，逐下雷山。风尊者在一旁说错不在萧炎，这样胡乱惩罚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头吗？剑尊者则提议各退一步，让萧炎带着他的朋友出场，大会继续举办。黄泉尊者今天被下了这么大一个面子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萧炎。再加上萧炎来这里之前不仅改变了容貌，还将实力压在了8星斗皇左右，所以他抢在雷尊者前面，说萧炎既然认为王晨是靠黄泉阁的名头走到最后，那他给萧炎一个机会，让萧炎和王晨交手一次，
不论结果如何，萧炎都可以带着灵焰安然离开。萧炎没有想到黄泉尊者一点也没有斗尊强者该有的气度，而王晨更是嚣张地说，萧炎若是不敢应战的话，对着黄泉尊者的方向磕3个头，此事便作罢。让萧炎磕3个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接下了这场战斗。黄泉尊者在战斗开始前警告王晨，此事因他而起，若是输了，他应该知道后果。场中只剩下萧炎和王晨2人。为了隐藏身份，萧炎并没有使用重尺，而是用斗气凝聚出一柄碧绿色的能量长尺。见萧炎无视自己，王晨眼中的杀意急速攀升，对着萧炎杀招频出。可惜王晨就算经过天山血潭的浸泡，也才只能算是个准斗宗，他和真正的斗宗强者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尤其萧炎的实力已经稳固在了1星斗宗，所以他的攻击对萧炎来说只能算是小毛毛雨。但再这样继续打下去，也不知道还要纠缠多久，万一被看出萧炎的身份就麻烦了，所以他打算速战速决。2人交手间，场上的雷尊者等人也看出了萧炎是一名真正的斗宗。黄泉尊者的脸色变得异常阴沉，凤青儿也在萧炎彻底爆发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王晨在发现萧炎是斗宗强者后变得十分疯狂，他一想到这次要是输了，回去后要受到的惩罚，整个人的眼睛都变得赤红。王晨施展出黄泉阁威力极强的黄泉血诀，黄泉俯视臂和萧炎的能量长尺碰撞间，一股琉璃莲心火悄悄地出现在尺身上，惊雷般的爆炸声响起，广场上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。王晨的身体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狠狠地砸落在广场上。王晨刚想吹动体内的斗气，却在体内见到一缕极为炽热的碧绿色火焰，火焰正释放着高温，疯狂地破坏着他的身体。看到这朵碧绿色的火焰，王晨的眼瞳微微一缩。台上的黄泉尊者见王晨落败，更是气得站起身来。萧炎冲着黄泉尊者抱拳，说他已经完成了约定，这就告辞。但萧炎刚转身走出10来步，就被王晨叫住。王晨直接说破萧炎的身份，顿时无数道带着难以置信的目光停留在萧炎的身上，他们都没想到萧炎居然会自投罗网，出现在风雷山脉。台上的雷尊者脸上没有一丝笑意，他死死地盯着萧炎，问飞天，这便是那个萧炎？飞天的脸色也十分难看，他让萧炎将脸上的东西给取下来。萧炎没想到自己的身份会被王晨认出来，他冷笑着将面具取下，问飞天今日是否又想对他出手。飞天看到萧炎那张记忆深刻的脸，身形一动便消失在原地。萧炎立刻将身边的灵焰击退，脚踏3000雷动，迅速躲过飞天的攻击。他嘲讽风雷阁专干以老欺小、以多欺少的事，随后大声朝着雷尊者说，若是觉得他和风雷阁之间有生死之仇，何不自己亲自出手？以他斗尊的实力，自己定是一招都接不下，何必如此麻烦？萧炎的话引起满场哗然，不少脑子好使的人心中暗暗夸赞萧炎。以雷尊者的身份，若是对萧炎出手，日后必定会落得一个以老欺小的坏名声。这话一出，萧炎可以说是断了自己真正的危险之路。只要不是雷尊者亲自动手，萧炎就算面对飞天也有逃生之力。雷尊者说要抓萧炎并不需要他动手，而飞天思索再三，还是决定哪怕落个恃强凌弱的名声，也不能放过萧炎。这里是风雷阁的总部，想要逃脱是不可能的。萧炎将视线移向了席位上一身青袍的风尊者，他对着风尊者抱拳说，小子想请您看一物。风尊者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扯上他，萧炎只笑了笑，他取下手指上妖老留下的黑色纳戒，甩向风尊者。若真如妖老所说，风尊者值得彻底信任的话，接下来他的举动会向自己证实。如果和妖老所说的不一样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萧炎一个人走下去。风尊者一把将那戒抓入手中，他看见这枚异常眼熟的戒指后，脸上的笑意缓缓凝固，同时与之凝固的似乎还有这一片天地。风尊者目光近乎呆滞，他看着这枚深入灵魂的戒指，此人谁也不能动。见风尊者的态度坚决，雷尊者问他这是何意，风尊者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嘶哑着声音问萧炎和他是什么关系。风尊者的态度也向萧炎说明，药老这次的眼光没有出错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弯身抱拳，对着风尊者恭敬地说：“师徒。”风尊者出现在萧炎面前，说这是他最希望听到的答案，但萧炎需要给他证据。萧炎伸手点了点额头上的火印，一缕细小的古灵冷火出现。风尊者能看出这朵古灵冷火是自己的老友主动存放在萧炎体内的，这也说明萧炎并没有说谎。风尊者告诉萧炎自己本名风贤，萧炎既然是药老的弟子，日后他若是不嫌弃的话，把他当作老师便行。风尊者转过身，他看向雷尊者，今日其他事可以依他，但萧炎、风雷阁不能动。雷尊者威胁他说，今日要是他插手其中，恐怕会连累两阁的关系。风尊者丝毫不放心上，只说今日萧炎若是有事，最后的结果便是两阁之间开战。雷尊者很忌惮风尊者以及他背后星陨阁的实力，但即使有风尊者的话，他也依旧不想轻易放过萧炎。雷尊者说，这件事是萧炎和风雷北阁之间的事，不如让飞天和萧炎解决，不论谁胜谁负，此事都作罢。但飞天和萧炎之间差着辈分，风尊者自然不可能同意。最后在剑尊者的调解下，风雷阁派出年轻一辈的凤青儿和萧炎对战，而这场战斗的前提是禁止使用其他人的灵魂力量。面对凤青儿的挑战，萧炎也接下了。风尊者知道凤青儿的身份背景不一般，他离开之前让萧炎小心一些，若是打不赢也不用硬扛。萧炎面上点着头，但他的身板却悄悄挺直了些许。萧炎有属于自己的傲骨，他也想让风尊者认可药老的眼光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